冰冰啊，起床吃早餐啦！老公啊，冰冰她不在屋里。你别一惊一乍的，那孩子在航校待习惯了，早上晨练了去呗。不行，我得给那个刘教导员打个电话。好的，徐冰妈妈，您不要着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联系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。怎么了？徐冰妈妈说，徐冰有可能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空心呢？部队上有个会，他开会去了。你说徐冰会不会想不开呀？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？先别。你现在打电话只会给他造成精神压力。那这个电话我不打谁打呢？他毕竟是我的学员，我也要负责呀。你再大的责任感，也肯定抵不过他现在的失落感啊。那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，他需要一个能讲知心话的人。同学们，你们最近有人和徐冰联系上了吗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徐冰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离家出走了？你们和他这么熟，觉得他会去哪儿？大家都别着急，我们赶紧去徐冰经常去的地方找一找。哎，走。好，好。徐冰！走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啊。你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就出来了？其实这几年，大家都挺努力的。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挫折，但都挺过来了。徐冰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成功的定义有很多种。算了，灌鸡汤也不是我的风格，就希望你能像训练一样，能够自己站起来。徐冰，徐冰，徐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对不起。
我不是故意让你们担心的，我就是太想你们了。我想跟你们一起上课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在学校的时候，我想跟你一起开飞机，我太想你们了，所以我实在是受不了，我就出来透透气。我不是故意想让你们担心。别哭了，大家好不容易见一次面，开心点，别那么惨。对啊，好不容易来到这儿玩起。走。我们说好要一起一生，挥着梦里航的指针。怎么了？猜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嘿，体检报告。因患者无任何临床症状，经各种检查，除第5颈椎脊髓空洞外，无其他异常，故结论原机种飞行合格。恭喜你，可以复配战斗机了。高兴啥了？通过体检了。怎么了？没错，我等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可是，可是什么呀？这不是你最期待的事儿吗？我们的教学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。从他们进入精锐班，还是一个个菜鸟，到现在他们能够自由翱翔在天空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冲刺阶段。我想，我要是离开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失望。我更希望能够亲手把他们送上蓝天，看着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。或许，这就是我应该完成的使命。那你自己呢？再过2天就是截止日期了，不交报告就失去复飞战斗机的机会。给我点时间。孔熙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呀？方医生都跟我说了，你都知道了。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有多重要吗？3年了，复飞战斗机的事情一直在你心里，现在可以复飞了，你纠结什么呀？没错，
复飞战斗机是我最大的梦想。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，非常不容易。可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们，我们的精锐班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我不该这个时候离开他们。他们需要我，同样，他们也需要完成他们的梦想。你要是这么做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前几天啊看了篇旧新闻，在抗战时候啊，有一个教员驾着1架飞机，独自挑战10架敌机。当时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我是这个教官啊，比起多击落几架敌机来啊，让我更高兴的事情就是，能够看到我身后有更多我的学员开着飞机飞来和敌人作战。哪怕是我自己被击落了，至少我身后还有人顶着。我呢，就听说了这么多了啊。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确定孔队长要走啊？飞行员的眼睛跟耳朵，怎么可能会出错？我真的听到孔队长和刘杰导演说了，一直在研究是走还是留的问题。那他走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得计划想办法让孔队长留下来。对，要不咱们再搞一次联名请愿？哎，行啊，可以啊，这是个办法，可以的。行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吧。哎，对。你们想什么呢？孔队长有多想回去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不应该支持他吗？哎，欣然，你别生气，我们就是多闹2句，怎么可能捣乱？俺真舍不得孔队长。哎，是，多舍不得呢，真舍不得他。当然，我也舍不得孔队长了。好了，孔队长是王牌飞行员，他是属于蓝天，属于战斗机的。他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现在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，我们应该支持他。你找我？我是想问问你，复飞战斗机的事儿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可以说没有想好，也可以说想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知道我刚来飞行班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一个即将要拿到金头盔的王牌飞行员，被暂时停飞战斗机，然后前往少年航校班担任队长。如果是我，肯定会抵触吧。可是作为一名军人，服从命运是我的天职。当时陆参谋长宣布我停飞，我就想好了，我一定要去接受。虽说表面上接受了，但是心里难免还是有挂念。不过幸好吧，我遇到了这群孩子呢，让我慢慢的学会了淡忘我所挂念。那你现在到底怎么想的呢？你说这人生吧，总是充满着戏剧性。现在突然把这复飞通知往我面前一放，你要说我，你会怎么做？不知道。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
那么心高气傲，也得感谢这段时间，让我正视自己。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军人，更因为遇到了这群孩子们，让我感受到了我身上的责任。他们相信我，信任我，依赖我，而我呢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的答案了。是的，方医生，谢谢你这3年。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儿啊？有什么值得我难过的理由吗？孔队都要走了，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？孔队能如愿以偿地回到部队，这是好事儿，应该替他感到高兴。我刚刚也是这么劝他们的，但看见咱们班里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，咱们现在又没有成为正式的飞行员，孔队也要走了。要是徐冰还在的话，指不定哭成什么样子呢。孔队的去和留，对于你们来说，究竟是实用作用更大，还是感情价值更大？换一个教官，不一样带我们毕业吗？当然不一样，他可是咱们的孔队。这样那么喜欢孔队，为什么不能单纯的替他感到高兴呢？套路我都明白，我总觉得孔队不在身边不踏实。全体都有，预备起！感谢孔队长悉心教导，祝贺孔队长重飞战斗机。报告孔队，同学们知道您要重飞战斗机了，都想来送送您。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这心思不放在训练上，全放在了小道消息上了吗？孔队，别说，你要再说的话，我可就真的走了。你不走啊？我这身教员服不是还没脱吗？可是他们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你们这帮兔崽子都还没出师呢，我舍不得离开你。归队。是。感谢同学们对我的教学的支持，我会和你们一起努力战斗到最后。接下来，我要公布一下这次夜航考核的结果了。恭喜你们每一个人通过这次考核。只可惜，徐冰同学因为眼疾，不能继续在我们的今日班了。
但我相信，徐冰同学永远是我们精锐班的其中一员，他会带着我们的精锐班的精神一直走下去。虽然今天徐冰同学没在我们的队伍里，但我相信他看到你们的成绩，他一定会为你们的成绩而感到高兴。这样吧，我们在这里一起祝福徐冰同学在新的位置、新的岗位做得更好，能有更好的未来。他居然推迟恢复战斗机飞行，这个傻子！是啊，这就是贡献。同学们，刚才你们看到的视频呢，是我军在89号区域内进行的一次空对地的演习。钟耀同学，你能告诉我刚才在视频中你看到了些什么？报告孔队，我看到的是长机与僚机之间的配合。当长机向地面目标发生攻击任务的时候，遭遇敌机的拦截，僚机的迅速配合与果断的反拦截能力。李欣然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的是编队飞行中的特技动作。在我的想象中，特技动作一般都是属于表演类型的，但是今天我才知道，特技动作在飞行中的实战作用。程让同学看到的是长机与僚机的配合，于轩同学呢看到的是特技飞行在实际飞行中的运用。但是我要你们看的，并不是以上两点。老松，你说说。可以看到，视频中飞行员的状态是痛苦的，因为当过载达到2个 G 的时候，飞行员承受的压力相当于自身重量的2倍。过载达到5个 G， 全身的承重压力将重达450公斤。而视频中，飞行员承受的过载已经达到至少6个 G 了。没错，高松说的就是过载。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训练就是抗负荷训练。当战斗机在做特技动作的时候，产生的过载会比任何机械给人体造成的压力更大。一旦出现过载，人体脑部的血液会急速的涌向腿部，你们的视野会变窄，会出现缺血性的休克，尤其是在飞机下降的时候，是非常危险的。刚才高松同学说了，6个 G 意味着什么？不只是超过450公斤的铅壳压在你的身上，其实更是在考验你们的意志。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，抗负荷的考核就是你们要面对的一场重大的考验。这抗负荷的动作该怎么做？是需要你们收紧你的腿部以及腹部的肌肉，防止这血液从脑部往下流，保证你的头脑的清醒。在实际驾驶战斗机的时候，你们会穿上抗和服，上半身保持。只要出现过载，抗和服中的气囊便会打开，阻止你的血液回流。但是呢，在我们的训练中呢，我们的气囊是不会打开的，所以呢，要通过考核，需要你们的意志以及坚持。同学们，载人离心机可以模拟战斗机飞行员在实际操作中所承受的压力，被称之为现代的酷刑式。在接下来的训练和考核中，你们将经受6个 G 的压力，并且要坚持15秒钟。不能通过，则无缘成为战斗机飞行员。进入了离心机之后，只有2个结果：一，通过；二，便是晕厥。
准备好了吗？高松通过。于熙然，下课是你。加油，加油，欣然，加油！报告队长，准备好了。好的，于欣然，我们开始。于欣然，顺利通过。耶！好了，下一个张栋梁。通过。下一个，程舒阳同学。你们都没问题，我当然没问题喽。
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记住所有的要领，绷紧全身，心态放平和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明白。停止。同学，哎，同学，没事吧？哎，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报告。我再试一次。这个可以。程书阳同学，你确定你可以吗？可以。行，那我们再来一次。清醒，清醒。开始。程舒阳，程舒阳，程舒阳，醒醒！程舒阳，程舒阳，醒醒！程舒阳，醒一醒！程舒阳。来，小心！来，啊，这咋可能啊？哎，没事吧？程舒阳，怎么样？程舒阳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吧？哎呀，当然没事了。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吗？下一次不就赢了吗？程舒阳，没事儿。离心机测试啊，很多人都不是一次性通过的。先生说的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不能一次性过6级有28%。对对，不就是一次测试吗？你看咱们班同学，哪一个是一帆风顺的？欣然、翔宇，还有徐冰。哦，当然徐冰他那是特殊情况。你看咱们班飞行天才高松，他之前都质疑自己，俺就更不用说了，除了射击，其他成绩都只是刚及格。哎，是吧，高松？
你们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？假话你们都说了，我说真的吧。你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是身体机能的问题，那还可以寄希望于今后的训练和个人的努力。但是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能克服的障碍，导致之后几次载荷测试都不能通过的话，你这辈子就与战斗机无缘了。高松，程舒扬在我们班上每一门科目都是非常优秀的，怎么可能心理上有问题？别吓唬人。对呀，高松，你忘了咱们的口号了吗？勇敢拼搏一起飞，咱们应该互相鼓励。鼓励？他的生命安全，谁负责？不是所有训练都能靠鼓励来解决问题的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么说。高松，你说的都对，但在我程舒扬的世界里，没有人说二字。程舒扬，你不会输的。以前不会，以后更不会。我想告诉你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，不管未来有什么磨难在等着你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程舒扬，你是最棒的。高松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儿？你也知道，现在是程舒扬最艰难的时刻，他能不能成为一名飞行员，就看这一步了。处在高度，谁能比我酷？天际线以内有我做主，就天烟雾能晴朗守护。若敢来侵犯，必定你输。云上漫步，激情不落幕，忠诚与荣耀，胸膛如柱，拨开云雾，超越因素，梦想太锋芒，由我守护。等我来，等我来，参加一场天空之舞。等我来，等我来，开辟一条天空之路。等我来，等我来，参加一场天空之舞。等我来，等我
的翅膀，让我试着去飞。天空那么辽阔，青春在云霄才是最美。可以自由，我的目光让我追赶惊雷。山河尽在胸怀，青春再爬升才算无悔。等我来，等我